迎您回到焦点。华文 B 的出炉，消除了一小部分父母的焦虑，他们为孩子不用再死记生字、死背生词感到快慰。相信大部分的家长会让孩子修读主流课程的华文，把华文 B 当成是最后的选择。焦点采访了另一个讲英语的家庭，尽管做孩子的觉得华文难学，他的父母却坚持不让他修读华文 B。 高高兴兴住进了新家。不久，他们小宝宝为了避免第3个孩子重复哥哥姐姐的艰苦旅程，林太太把今年7岁的老三送去华文补习中心学认字，自己也勤学华文。要是为了考试才读华文，我觉得没有意思。他们一考完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本身是希望我的孩子多学一个语文。 是认识语文，不是只是考试啦。找不到家了，家乡的变化。要避免孩子对华文由怕生恨，而跟华文一刀两断，语言学家建议应该因势利导，常常带着小宝宝在湖边散步，为了舒缓部分学生对母语的负面情绪。不过，教育界人士认为，课程再简单也应该有个底线。 如果我们的华文课程一直在简化的话，将来这一批学生他们成才之后，当他们走入社会，他们突然间感觉，当有一天他们感受到华文很重要的时候，会有很多人再回来校门学习华文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他们已经度过了学习的最佳期，已经经过了这个学生时代。 那么他们本身有工作，负担着家庭这样的压力，再回过头来学华文，他们付出的时间也会更多，但是得到的会更多。欢迎您再回到焦点。有些新加坡人因为华文难学而全家移民，但也有新加坡人移居海外后，担心孩子不懂华文而返回新加坡。 有位移居英国10多年的母亲，宁可忍受跟丈夫分隔两地之苦，回来新加坡当陪读妈妈。她为女儿付出的心力，在短短2年内就看到了成果。天渐渐黑了，小鸭子很害怕，可是它闭紧嘴巴，不哭也不叫。它要8岁的邱品珍现在念起华文非常的流畅。2年前，她被母亲从英国带回新加坡求学时，一个中文字也不会写。她最辛苦就是刚刚回来的半年，因为她回来的时候自己名字她不写。我在英国有教她，可是她不能够接受。她回来的时候，她爸爸说：“你不要逼她。”我也不想逼她，因为我不要给她反感。还没有回来已经反感对那个华文，所以我就回来的时候就慢慢去学，去学，才开始学。所以第1天她就哭，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不会写老师的名字，又哭说老师很凶。 品珍在英国长大，从小妈妈尽量在家中和她讲华语，但是在品珍5岁上学后，妈妈的努力泡汤了。当她接受了那个英文教育以后呢，她就慢慢就跟我讲英文了。所以你怎么扭转她的话呢？她的表达语还是用英文。所以我先生本来他是说，如果在家里自己教，然后什么，我跟他说你行不通。 移居英国10多年的林思菊担心女儿在英国长期居住，受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影响，和父母亲的关系淡薄，于是狠下心把她带回新加坡学华文。事实上，新加坡能不能提供一个学习华文的环境，见仁见智。 过去30多年来，见证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的周清海教授认为，许多人认为只要懂得英文就够了，使得华文在新加坡的使用价值低，被看成是不成功人士的语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教育部虽然放宽了学生修读高级华文课程的条件，但是也未必能够吸引太多的学子往更精深的母语科目发展。 现在政府提出说放宽这个高级华文，你放宽会有多少人选？所以真正说呢，我们必须看华文在新加坡目前的处境，我们也必须看华文的将来可能的发展。换句话说，华文将来可能有更广的用途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将来的局面？
那如果是没有的话，在目前这一个对华文发展比较不利的环境，你只是放宽让学生选高级华文，没有进一步的鼓励，没有让华文在更广的地方有更大的用途，那么高级华文来说，选的人也不多。虽然一些人独尊英文，认为没有必要学华文，但是也有人对这种语言自满的心理不表认同。因为我在新加坡已经居住超过10年了，在我刚刚踏入新加坡的时候，确实这种感受非常强烈，可以说。但是现在慢慢的，其实很多人都在要求讲华文，都要求学华文。中国一直在腾飞，那么很多人都要去中国做生意，搭上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快车，而最后当他们步入中国的时候，还不能自由地运用这个华文，我觉得那个损失是应该是非常非常惊人的。不是说你讲华语不讲英语你就很笨，不会，我不觉得这样的。有一些人我遇到他们只是讲华语而已，很成功啊。所以我遇到很多人，看到都没有讲英文都很成功。在英国住了6年才回到新加坡求学的品珍，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试。林思菊花了不少心思和口水，慢慢的让女儿明白，光是懂得英语是不够的。我跟他说，你只会看英文，我世界上有一半是华人。我说你只看一半是英文，你懂一半的事情。如果你会2边的话，我说精通2边的话不多，懂英文的一块很多。我说你在英国里面找会精通2种语言，华文跟英文的更少。我说那时候人家会因为他喜欢做一个特别的人，那时候你就很特别，我告诉他。林思菊的一番苦心看到了成果，品珍从讨厌华文到喜欢华文，去年的华文成绩还达到91分。农历新年快到了，我拿了不少红包，又